航彻底杀疯了。4部新剧连续霸屏，和翟一莹的 CP 感直接冲上热议。如果说短剧演员最考验什么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颜值、流量或者更新速度。但真正能够让观众持续记住的，往往还是演员能不能让不同角色拥有完全不同的生命感。最近，一航连续带来4部风格各异的新剧，从校园题材到古装权谋，从现代先婚后爱到帝王成长线，题材跨度相当明显。更有意思的是，4个角色虽然都带有感情线，却没有简单复制同一种男主人设。这也是观众开始重新关注一航的原因。在《又吻骄阳》中，他饰演的静耀是一个把感情藏了很多年的男人。在《哀家不想上朝》中，他又变成表面强势，实际处处替女主收拾残局的权臣。到了《金港折夜》，他则化身嘴上不饶人，行动却格外诚实的现代男主。而《养敌为患》中的莫林渊，则经历了从落魄少年到掌控天下的巨大变化。4个角色摆在一起看，最大的区别并不是服装和时代背景，而是人物情绪完全不同。这其实非常考验演员，因为短剧节奏本来就快，如果演员只是换一套衣服，换一个名字，却依然用同一种表情和语气去演，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看起来都是同一个人的感觉。但一航这一次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他开始尝试利用眼神、停顿、语气和肢体动作去区分角色。也许这也是他能够连续出现在不同题材作品中的重要原因。4部作品中，如果要问哪一对 CP 最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，那么一航与翟一莹在《又吻骄阳》中的组合自然很容易被提起。但这对 CP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其实并不只是男帅女美。静耀这个角色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他的感情并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沉淀。他把喜欢藏在日常细节里，表面看起来克制、疏离，实际上却一直在关注女主。这种人物最难演的地方就在于，不能把深情直接写在脸上。如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爱意，反而容易显得刻意；如果一直保持冷漠，又会让观众无法感受到角色真正的情绪。一航在这个角色上的处理更接近一种收着眼，他不是时时刻刻告诉观众我很爱你，而是通过一些细微反应，让观众自己发现角色隐藏起来的情绪。而翟一莹饰演的南昭则带着另一种气质，她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伤痕的明媚女主，她的活泼和明亮背后同样有着不容易被别人看见的脆弱。于是这段感情就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总宠女主，更像是2个并不完美的人在彼此靠近之后，慢慢发现原来自己一直缺少的那一部分，刚好能够在对方身上得到回应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觉得他们的 CP 感特别自然。所谓 CP 感，从来不是简单站在一起就有感觉，而是2个演员在情绪表达上能够接得住。一个人眼神收得住，另一个人的情绪放得开，一个负责隐藏，一个负责回应，2种不同的表演方式碰到一起，反而容易形成化学反应。所以又吻骄阳真正让人上头的，也许并不是某一个甜蜜片段，而是2个角色逐渐靠近的过程。如果说又吻骄阳让观众看到了一航细腻的一面，那么哀家不想上朝则把他的另一面放大了。方锦宪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出场就温柔体贴的男主，他有锋芒，有心机，甚至给人一种不好接近的感觉。但偏偏面对女主的时候，他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一面。女主负责闯祸，他负责善后；女主想躺平，他却不得不一次次替她解决问题。嘴上可能毫不留情，行动上却从来没有真正放下不管。这种嘴硬心软的设定本身就非常适合短剧节奏，因为观众不需要花很长时间等待人物关系发生变化，一个眼神、一句反话、一次下意识的保护，都可能成为人物关系升级的关键。更重要的是，一航没有继续沿用单纯的温柔路线，而是让角色带了一点危险感和距离感，这就让人物多了一层反差。而金港卓业又进一步改变了他的状态。靳伯涵看起来更轻松，也更接近现代观众熟悉的嘴硬男友类型。他喜欢逗女主，
也会吃醋，但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偏爱从来不会藏起来。这样的角色最容易演成油腻，但如果尺度掌握得好，反而会非常讨喜。一航在这里需要做的，就是把嘴贫和温柔控制在一个平衡点上。说话可以欠一点，但不能让观众讨厌；吃醋可以明显一点，但不能失去分寸；表达爱意可以直接，却不能变成刻意撒糖。这种分寸感，其实恰恰决定了现代甜宠角色能不能让观众真正喜欢。相比前3个角色，《养敌为患》中的莫林渊最大的看点是人物成长。他不是从第1集开始就拥有强大气场的帝王，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弱到强，从依赖到掌控的过程。前期的莫林渊更多是一种隐忍，他经历过伤害，所以不轻易相信别人，因为有人伸手帮助过他，所以那份依赖又格外明显。但随着人物成长，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判断和力量。到了后期，当角色真正站到权力中心之后，他不能继续使用少年时期的表演方式。如果前后没有变化，成长线就会失去说服力。因此，这个角色真正考验的是演员能不能用细节表现人物变化。比如同样是看向女主，少年时期可能更多是依赖和试探，而成为帝王之后，则应该多出几分克制、保护，甚至不容置疑的坚定。这种变化不一定需要大段台词，有时候一个眼神的停顿，一个转身的动作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都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也是短剧越来越受到关注之后，演员需要面对的新问题。节奏越来越快，并不意味着表演可以越来越简单。恰恰相反，因为每一集的有效时间有限，演员更需要在有限镜头里迅速建立人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4部作品对于一航而言，也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角色测试。校园、古装、都市、权谋，每一种类型都在要求他找到新的表达方式。连续推出4部作品，当然能够提高演员的曝光度，但对于短剧演员来说，高产并不等于长久。观众今天可能因为一个 CP 喜欢你，明天又可能因为另一个角色记住你。真正决定演员能走多远的，是当热度过去之后，观众还能不能想起某一个具体角色。从目前这4个角色来看，一航至少已经开始摆脱单一的人设框架。他可以是沉默克制的禁药，也可以是腹黑却护短的方景线，可以成为嘴硬心软的靳伯涵，也可以演绎经历成长之后的莫林渊。而与翟一莹的又稳骄阳之所以格外受到关注，也恰恰说明观众对于短剧 CP 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。大家当然喜欢甜，但已经不满足于单纯撒糖。真正让人记住的是角色之间有没有故事，有没有情绪，有没有让人相信他们为什么会爱上彼此。这也给短剧行业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当观众越来越成熟之后，演员还能不能只依靠固定人设持续吸引观众？答案显然越来越困难。未来，如果一航能够继续尝试更加复杂、更加有层次的角色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深情男主、霸总、帝王等熟悉框架里，那么他的上升空间可能会更大。至于他和翟一莹未来是否还会再次合作，相信不少观众已经开始期待。毕竟真正好磕的 CP， 并不是因为营销告诉观众他们很甜，而是角色一出现，观众自己就能感受到那种默契。这或许才是演员和作品最好的售后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让你从一航这4个角色中选择一个，你最喜欢深情克制的禁药，腹黑护短的方景线，嘴硬心软的靳伯涵，还是一路成长的莫林渊？你觉得一航和翟一莹的又稳骄阳最吸引你的地方又是什么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也希望大家在追剧和讨论 CP 的时候，多关注角色与作品本身，少一些没有依据的猜测，多一点理性和善意。感谢每一位喜欢短剧、支持演员、认真看完视频的观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